这个也是我比赛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去除银皮很快速的方式，就是我是 Sherry， 我是2022年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的冠军，然后我也是用 EasyPresso 的磨豆机得到世界冠军。今天我们用的磨豆机呢是 K Ultra 这一支磨豆机，这个的设计呢就是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摇杆的部分啊，它是可以有伸缩的功能。往内推就是可以把它缩小它的整体的体积，也可以方便好携带。然后你往外的话，整体在拉就是在转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省力的设计。这一个是后来它出的一个比较新的那个新型的设计，是可收纳式的这个摇臂。这一款的特色就是它是甜度会比较高一点。它的细粉量会稍微比较多一点，那它是可以用在手冲跟意式的部分。在手冲上面的表现呢，它的甜感会比 ZP6或者是其他的款式的甜度还要再扎实一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可以用在意式的磨豆的那个出品上面。因为适合用意式的话，你要用手摇磨意式的刻度，其实会蛮累的。如果有真的用过意式，比如说摩卡壶啊，磨的要非常的细。可是这样子的摇臂设计跟它里面的那个轴承的设计，它会比较省力。然后第一款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伊索比亚的 Aloe， 这个是日晒的处理法，它会比较偏向是很多很丰富的一些，比如说像热带水果类型、菠萝蜜、凤梨，或者是像桃李类型的风味，还有很多很成熟的柑橘类型的酸质，所以在整体由热到冷喝的那个风味表现上面的层次感是非常丰富的，甜感也是非常扎实的。那刻度上我都是用7去做，7的话也是我在杯测刻度的那个范围。那现在冲煮的咖啡是伊索比亚的 Aloe， 日晒处理的，然后它里面是会加一点特殊的酵母去做发酵，所以在整体喝起来的风味强度上面会稍微高一点点，口感会比较圆润。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你低温的状态下，它的口感维持的蛮好的，从高温到低温。然后咖啡粉的话呢，我是用15克的咖啡粉，冲煮到230，然后用2段温度去做，第2段是94，然后第3段是75。磨快一点，细粉会稍微多一点点。如果你是磨比较慢的话，细粉会稍微比较没那么多。但是男生跟女生的力道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如果要再更精细的测试的话，男生的力道会稍微大一点，所以在细粉量会稍微多一点点。这个是比较细节的部分，就是你磨得比较快，再加上力道比较大，就是它的细粉量会再增加一点。这样子是稍微比较省力，但是这样子你在磨杯测刻度的时候，你可以放在桌上，或者是就是稍微正一点再磨，让它是比较水平的下去啊，这样会比较公平。细粉多跟少的那个差别就是在细粉有几个好处，就是一个是可以增加咖啡的甜感。然后第二个是它会让整体的浓度会稍微再高一点点，增加层次感的部分也是有这个帮助。但是如果细粉过多的话，它会带出比较多的苦，跟比较难去萃取，因为它可能会堵塞。所以我们要有适当的细粉，不是完全不要，因为细粉是可以造就某一部分的优点，但是过多的话就是会比较带出更多负面的风味。如果是你在挑选磨豆机的时候，手冲跟意式都可以共用的话，这样子类型的磨豆机，它的细粉量会比单纯是只提供给手冲的来的再更多一点。意式是需要有细粉的，所以你要去考虑一下，你喜不喜欢比较扎实的甜感，还是你喜欢比较清澈清爽明亮的这样子类型的咖啡风味，这个是比较基本的2个判断的方向。如果你喜欢很甜的，那就要保留一点细粉；如果是喜欢清澈一点的，那就细粉要少一点。因为细粉不是不好，但是太多的话，它会很容易会苦，很容易会过萃。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喝过台湾的咖啡豆？这个是今年参加台湾 COE 的批次，来自云林的黄庭咖啡庄园，它是铁皮卡这个品种。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因为我觉得它的铁皮卡跟你之前所喝到的这个铁皮卡的印象会不太一样，它的果汁感跟它的干净度会比以往你喝到的铁皮卡来的再更高一点，所以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咖啡，会比较带有一些柑橘类型的风味，比较高，然后干净度也会比一般的铁皮卡可能会带有一点根茎的味道，它是比较少的。那在冲煮这样子的咖啡的时候啊，虽然说台湾的咖啡平均海拔都不太高，
那很容易会带出一些比较木质调，或者是风味上面果汁感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可以由高温到低温都保持住的。所以我会希望是可以把它的那个浓度再提高一点，但是我用冲煮的水柱大小去控制它的流速的部分。我们把它的甜可以再做得更饱满，然后但是我用比较大水柱的部分，希望可以把后面的干净度再做得更完美，这样子去控制。那这一次我就是分4段的冲煮方式。前面第1段的焖蒸，我通常会使用1:3左右的水量去做焖蒸，就是在你冲煮的过程当中，1、2段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第1段的时候，它会是需要快速的把粉跟水全部都吃在一起，所以你的速度要稍微比较快，然后水量要稍微给它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很难保证说越靠近底部的这个咖啡是不是都吃到水，所以我们给它稍微多一点的水，确保它下面的咖啡都吃到水，我们再注入第2段。然后这个是我来到的最后一段，就是让水柱可以大一点，让它快速的可以下去，让它的干净度可以稍微再做得更好一点。我大流速大概每秒可能会是10克以上，如果是小流速的话，可能每秒3到5克左右。这个滤杯的话是他们这一次的新产品，就是 Espresso 这个新产品，这个会比较偏向是变速的滤杯，在超过这个肋骨以上，它是偏向比较浸泡的状态。因为它没有肋骨在上面，超过这个肋骨以下，它会稍微变得比较快一点点，但是它这个肋骨是凹进去的，所以它不会太快。就是肋骨凹进去跟凸出来的差别，就是肋骨凹进去会比较减少那个旁通的效应。我觉得好处是说，每一次在你转的时候，你会记得这个刀盘现在刻度是多少，这个红点就是它的那个刻度现在的显示的位置，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每一次我在转的时候，我都不用再重新归零。那我们来到第3支咖啡，是巴拿马的雷利达庄园的黑蜜处理艺伎。这一支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是偏向甜感整体是比较扎实的，那它是黑蜜处理，然后但是它不会把咖啡变得是只有单一是比较偏深色的水果，它还是会有红色柑橘类型这样子风味调性，就是层次很多变，也把它处理的比较干净的口感，维持它的整体圆润度蛮好的一款咖啡。就是今年度的 Lerida 是表现跟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用这个 K Ultra， 就是让它的甜度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标准安全的范围，这个是我很喜欢，就是 Lerida 配 K Ultra 这一个搭配的原因。其他另外2款可能在不同的磨豆机款式上面，比如说你用 ZP6 或者是 X Ultra， 喝起来的感受可能有些甜感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偏向更花香的部分。那 Lerida 这一个本身甜感就很扎实，所以你用 K Ultra 的话，它会把这个扎实的感受，就是由热到冷都比较能够保持在一定安全的范围内。然后它的甜度还有它艺伎本身会带有那种花香，还有一些丰富的那些水果的层次的部分 ，K Ultra 也可以保持得很好。然后前面的焖蒸水量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可以用1:3的这个水量去做冲煮。那第2段呢，有时候我会用1:7到1:9去做第2段，要看这一只豆子它的整体风味发展如何。然后第3阶段就是冲煮到1:15到16之间。因为通常第3阶段会是整体咖啡比较需要调整它的浓淡度，或者是增加它的口感平衡度这一类方向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冲煮最后一段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要绕圈，在中心点单点注水，然后并且我也用比较低温的方式去做，这样子可以降低后面的萃取率，也降低了苦涩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一定全程都要用绕圈的方式我们每绕圈一次，它下面粉层翻搅的那个状态会是比较剧烈的。就是我们绕圈的时候，这个点的下面翻搅很剧烈，但是这个方向就没有那么剧烈。那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也就是希望可以多增加它的咖啡萃取，增加它的风味层次的部分。那在后面的时候，其实好的风味物质可能都在前面的时候会被释放出来，在后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安安静静的，相较于平稳的状态，在中心点单点注水，它下面翻搅的那一个感觉就是会比你绕圈的时候来得再更稳定一些些。我们有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咖啡它的耐萃的
程度 O 不 OK？如果这个咖啡是不太耐萃的，那后续你在做第3段，就是接近结束的那一段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单点注水，或者是单点注水加低温。银皮会带出比较多色感的部分。对，我觉得如果要比赛的话，我们会比较追求完美，会尽量把每一个银皮就是去除掉。那如果是一般我们要喝的话，不是太严重的银皮，我是还可以接受。对，水洗的那个豆子是很多银皮的，所以在你磨豆子之前，有一些银皮可能还存在在咖啡豆上面，你可以先手动去把它弄掉。我们有2个方式，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先磨粗，这个也是我比赛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去除银皮很快速的方式，就是你先把咖啡豆磨得非常粗，因为很粗的时候它是有重量的，2次磨粉，你先磨粗，然后它的银皮跟咖啡豆会分离，然后你再把银皮吹掉。然后吹干净之后，你再去磨细，这样子可以更均匀。2次研磨，但是那个粗要非常的粗，就是你基本上是感觉是这样子压那个咖啡豆，这样子就是非常的粗，它要保持一定的重量，它才不会被吹球吹掉。对，要很粗，让它的银皮跟豆子是分开，你会比较好吹银皮。这个就会比较多工一点，就是基本上它那个刀盘快要掉出来，就是很明显分开的那个状态，然后你就把银皮吹掉，就会很容易。对，然后你再调细，细的部分要看你的豆子了。对，你可以先试试看，就是调超粗，吹掉银皮之后，再调到你原本的那个杯测刻度，先试一下调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一般来讲啊，你的2次研磨的均匀度会来得比你1次研磨来得更好。细粉量保留的会更多一点，比1次研磨来的再更多一点。